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。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成为您的投资建议，切记一定要怎么样啊？逐字听清楚，不要断章取义。我讲的是方法论，不是单纯的方向或者是某一个投资标的。那好，回到比特币盘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中午午间行情的时候，我说这个位置是比较容易做空的进场点啊，然后短止损，它先是往下倒了一波，然后又冲上来，现在又在小幅回落当中啊。那这个地方我们先把刚才讲的 VWAP 关掉。如果说这一波是推动浪，1、2、3、4、5上来，然后调整 ABCD， 假设这个是三角震荡，那好，起涨点是在这儿。那这样的话，1、2、3、4、5有可能结束 ，ABC、WXY 的调整过后继续向上，也有可能，或者是什么？中午我说的 ABC， 也就是 ABCDE， 然后回跌。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啊，都有可能。目前上方阻力位就是在5万多一些的位置，然后前高49000多一点，这上方要是踩住了话，我们又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进场时机啊，因为盈亏比特别好，下方设止损，你就可以开多。那目前这个情况呢，有一些需要警惕的必要。然后我们看一看消息面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啊，韩国监管机构计划阻止不合格虚拟资产交易所进入韩元市场。为什么看韩国市场呢？包括泡菜指数，因为包括去年一整年的上升行情当中，韩国的资本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啊。我看好多媒体数据讲，可以超过40%的资金是由韩国市场贡献的啊。本来他们的投资热情就比较高涨，然后近期韩国官方也是把这个总统尹锡悦直接把投资税取缔，这种也是进一步的把投资意愿热情给推了上来，所以需要密切关注韩国的政府动向，以及韩国这些头部交易所他们这个交易深度，还有这个交易的单位都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啊。什么意思？原来是41100、41200，如果是这种单位差价的话，指定价现在变成41100、141，可以比以前密集的很多啊，价格差，所以很多动向都变了，变化了很多。然后行情简单就讲到这儿，然后今天晚上聊点什么？聊点投机、投资、赌博有啥区别？这个很重要啊！好多人都是自认为自己是投机，或者是投资，或者我不是赌博。首先说投机，好多朋友实际上是投机啊，无论是早年这些加密货币刚刚上市的时候 ICO、IEO， 包括后期的 DeFi、DAO， 还有 NFT， 包括近期的铭文，这种概念都属于借着这个市场的情绪热情、媒体的发酵去炒这一波概念，属于典型的投机啊。说白了，它根本就没有什么实质的依据，只是炒概念，数据啊，任何东西可能都谈不上，然后你就等于是凑热一波热闹。包括这些每天都在新上的这些新币，各种杂币都属于投机的范畴。那这种投机你赚钱的概率高不高呢？
完全取决于情绪，完全取决于运气。那好，投资是什么呢？所谓最典型的经常提到的巴菲特，这就是长线价值投资。但实际上巴菲特是长线价值投资者吗？我是不这么看的啊。为什么说不这么看呢？它的价值洼地怎么去评估？我之前拿特斯拉股票，包括去年的 Facebook， 还有近期的英伟达，你怎么去定义它的价值是真正在 K 线当中、股市当中反映了出来？包括我们天天在解读的这个比特币也是一样，你怎么知道现在是价格高估了还是价格低估了？你没办法定义啊。虽然有很多数据，但是那些数据就能客观事实反映这个问题吗？不见得啊。言外之意什么？现在48000，此时此刻你买比特币就是48000这个价值。如果你要卖，也是现在是47999 Coinbase 基准啊，也就是这个价格。所以听起来好听的长期投资、价值投资这句话是骗人的话，不要倾听轻信，完全没有意义。然后我们说最后一个赌博，赌博是什么呀？就是无脑的去赌嘛。但是典型的，我们从这个博彩业，首先说小的彩票，上天再借500万，研究密码，研究一回2块钱。博彩业这个是赌博吗？是赌博，只是因为什么？钱少无所谓，你就当做这个公共福利用了，各个国家都有。那第二个典型的赌场，赌场玩法很简单，虽说有各式各样的玩法，但总的核心根本本质逻辑是什么？就是庄家赢的概率要比客人赢的概率稍稍高一些。所以说只要你赌的次数越多，时间越长，庄家肯定是赚钱的，稍稍高一点而已。但是赌场为什么全球，比如说澳门、拉斯维加斯，为什么这么些年都屹立不倒，而且越来越好？原因很简单啊，一，人的贪念，人性使然；二，规则非常简单明确。然后怎么样？他们是一定赚钱的，确定的，不是高概率，而是一定。但也有一些例外是什么？比如说之前像香农这种数学家、物理学家，利用什么概率，利用高科技去预测轮盘它的这个球的滚动的状态，以及数学模型去推演它高概率获胜的可能。然后直到后期怎么样了？香农这种人还被一些赌场变成黑名单的人物，这个是确定的收益啊。所以说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投机、投资、赌博当中，其实赌博是更加确定的啊。确定的什么？危险，确定的运气。那前边这两项呢，你想要做好，那就需要什么？非常扎实的功底，去研究某一个投资标的，某一个投资标的的运营方法、交易的策略等等，有太多。所以说总结起来，所有的投资、投机、赌博都是高概率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你要下注在明确的高概率的标的物上，这样你才有可能怎么样？根据市场的行情有大概率的胜算。然后概率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下注。然后模棱两可的时候，我们就怎么样？保持观望。然后等你高概率下注了以后，发现你的下注是错误的时候，就短止损。长期复制下去这种状态，你就会怎么样？变成赌场
庄家的那种状态。也就是说，你的盈亏比非常好的情况下，只要你交易的时间越长，你赚钱的概率、稳定盈利的概率就会越来越大。也就是这个是本质。所以又回到原点，最难做的是什么？还是控制你的贪念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，需要虚心的扎实的把理论功底到实战的验证复盘，要长期的循序渐进的做下去。所以说我每天晚上会聊一些相关交易、稳定盈利怎么样才能做得到，根本问题上跟大家分享，然后也希望给大家一些正向的这个启发，也祝大家交易顺利。那好，希望大家发财吧。今天就讲到这儿，再见。